现在 AI 有多夸张？在 LINE 里面就可以直接生成产品照，它还可以直接帮你做企划、做报告，还有分析100多页的公司财报。最扯的是，这些全部都可以用 LINE 的语音讯息跟他讲，一个字都不用打。这个呢，就是 Manus 刚开放的新功能，在 LINE 的聊天室就可以直接用 Manus， 而且全部的功能都可以用。以下是 Manus 在 LINE 的3大特色，一起来看吧。1. 超方便，要加入 LINE 呢，只要打开你的 Manus App， 不管你是要在你的手机 App 或者是电脑的 App 都可以。手机 App 的部分呢，在设定里面去找到整合。里面呢去点 LINE， 然后它就会跳到 LINE 里面，它会要你输入一串字，送出它就会跟 LINE 里面的 Manus 官方账号结合了。那在电脑 App 上面呢，点击左上角的 Agent， 里面点击 LINE， 然后去扫 QR code 就可以加入 LINE 咯，这是超级简单。那它在 LINE 里面呢，其实就是一个聊天室，你平常就可以传照片啊、文件给它处理。那一样它回传呢，可以是任何的形式的，回传照片、回传任何的文件，直接传到 LINE 的这个聊天室里面。以下跟大家介绍几个我觉得很好用的方法。第一个是讯息转传，例如说你在其他的聊天室看到很好玩的照片，或者是需要处理的档案，可以直接转传它的讯息到 Manus 聊天室里面去处理。那要怎么做呢？就是例如说我今天要转传这个图片好了，我就按一下右边的分享，里面就去点 Manus AI。按分享，它就会直接传到 Manus 聊天室里面。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跟 Manus 说，哦，你这些照片、这些档案要用来干嘛？就例如说，哦，帮我整理啊，然后帮我修图，或者是你觉得这些零食哪一个值得买呢？你就可以这样问他。这个好处就是你完全不需要跳出 LINE。像现在呢，我什么东西都没有输入，他就直接帮我整理了这些零食的价格，还有所有的价目表，包含店家资讯，他都帮我打出来了，所以就是真的超级方便。2. 语音讯息，如果你跟我一样很讨厌打字的话，这个方式一定要学起来。Manus 它可以直接用 LINE 的语音讯息去跟他讲说要叫他做什么事情。例如说，我上面的这个语音讯息是在叫他分析昨晚美股的表现，然后呢，他下面就会回复我说，哦，昨天的美股怎样上涨啊，一些因素造成股市有波动等等，他全部都打出来。所以你就是可以用语音的讯息去叫他做任何的事情，就是非常的方便。或者是我极度推荐你今天有一些想法，例如说工作上有哪些事情，你有一些 idea 突然出现的话，那你就可以直接用语音讯息跟他说，帮你整理起来。我有一个拍片的想法，请你帮我整理起来重点，就是我明天想要拍一部影片是关于吹风机的，我想要比较非常多热吹风机，也麻烦你帮我上网查一下，就是现在他们的最新型号，对，热门的型号有哪些。再来下一个特色呢，就是 LINE 版呢不是阉割版。它最强的就是它在 LINE 里面能力跟 App 里面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就是你今天不管要它做任何事情，像是简报或者生图什么的，它在里面全部都可以做得到。例如说呢，我可以在 LINE 里面直接用语音讯息命令它去搜寻昨晚美股的表现，就是上网查资料，或者是在里面我可以叫它去做一份报告，就是关于行销的这种企划还有报告呢，它会直接回传一个 PDF 的档案，我就可以直接点进去。就是如果你要临时抱佛脚什么的，这个很好用，一整份报告就出现了。还不止这样子哦，还有简报哦，简报也是完全没有问题。这份简报是完全他自己做的，我完全没有就是规定他说你要怎么做。还有一个超级大重点，就是它竟然还可以串接我们的电脑，就是现在 Manus 其实可以直接读写我们电脑里面的档案 ，LINE 里面也是可以串联我们的电脑的，所以它可以直接上传跟下载 LINE 里面我们的档案到里面去。例如说我们刚刚做完的这个档案呢，我就叫他帮我存到我的电脑下载资料夹，那他就直接帮我存进去，而且它是真的有存进去，那个档案是直接进到我的电脑里面。当然这个部分呢，你的电脑是不能关闭的。我觉得现在就是越来越有明显的趋势，就是未来 AI 应该就是直接操控我们的电脑吧，可能以后我们就都不用使用电脑了，也说不定。再来第3个大重点呢，就是隐私问题。就这个时候大家应该会很好奇说，这个功能会不会有被害的问题？会不会 Manus 可以看到我们跟别人的聊天啊，然后可能有各自隐私的问题？但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呢，它在我们的 LINE 里面，它是以一个官方账号的形式出现在 LINE 里面的，所以它完全对我们的资料是没有掌控的。等于 LINE 是一个桥梁，它可以跟我们沟通，但是它没有办法读取我们 LINE 里面的东西，然后它也不能帮我们打字或者是帮我操控 LINE 里面的任何功能，所以光是 LINE 的这个功能，我觉得是不会有隐私相关的问题。最后呢，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费用的部分，就是 Manus 串 LINE 它本身是免费的，但是任何的功能都是会扣点数的，因为 Manus 本身就是扣点数制。这个部分就是它跟其他 AI 最不一样的地方。那依照以前我的经验呢，就是如果你只是要它处理一些文字或者整理一些报告啊、上网搜寻资料这些功能的话，其实扣的点数是不多的。但是如果你今天要生图啊、生影片啊什么的话呢，在用的时候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可能会不小心就突然用很凶。
然后如果你要在 Manus 里面生图的话，就是可以限制一下它的张数，因为有时候它会一下太热情，然后生成个10几20张，所以你就可以先跟他讲好说，你先生成个3、4张啊，然后我们再来慢慢微调。而且如果你要它生太多张的话，它在 Line 里面没有办法一次出现那么多张，就是可能要3张这样子出现。不知道大家看到这里会不会也想要用看看 Manus 在 Line 上面的功能？我自己是觉得超级方便，就是你平常打开 Line， 然后就可以直接问他一些问题，就不用再多开一个 App， 或者是你在 Line 上面看到什么好笑的东西啊、有趣的东西，你想要查一些资料，你就可以直接转传。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话，我会把教学懒人包放在我的资讯栏，大家可以直接去点击。另外呢，新用户的前3个月，每个月都会有免费的1000点点数，那个兑换链接呢，我也会直接放在资讯栏，大家记得要去领哦。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